窦宪是如何将北匈奴彻底赶出亚洲的匈奴人，最后又是如何消失的呢？前2期我们讲了班超平定西域的过程，那么他的哥哥和妹妹又是如何写成《汉书》的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《匈奴去哪了》及班固写成《汉书》。公元89年，汉军兵分3路征伐北匈奴。第一路，窦宪和耿炳各自率领4000骑兵，与南匈奴的左路离王率领的万余骑兵会合后，从朔方郡的基路塞出兵。基路塞位于今天内蒙古邓口县西北的哈萨格峡谷口。第二路，由南匈奴单于率领万余骑兵从满夷谷出兵。满夷谷在今天内蒙古固阳县境内。第三路，由邓弘率领着归附汉朝的羌胡8000骑，以及南匈奴左贤王率领的万余骑，从固阳塞出兵，固阳塞也在固阳县境内。3路大军的会师地点是卓爷山。卓爷山即今天蒙古国的额德伦金山，位于蒙古国的西部，阿尔泰山的东脉。在大军到达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下此战的主将窦宪。窦宪是窦太后的哥哥，由于汉和帝刘肇只有10岁，所以朝政由窦太后把持，窦宪便受到了重用。他本来就是个飞扬跋扈的人，连沁水公主的田地都敢强买强卖，得势后更是满朝文武没人敢得罪他。就在这时，都乡侯刘畅却让他产生了忌惮。刘畅是在吊唁汉章帝刘达的时候被窦太后看上的，从此两人便经常在后宫私会，有了窦太后的恩宠，刘畅便逐渐在朝堂上崭露头角。这让窦宪非常的担忧，他担心妹妹过于宠溺刘畅而忽略了自己，于是就派人刺杀了刘畅。得知自己的情人被杀，窦太后大怒，立即让窦宪去追查凶手。窦宪怎么可能自己查自己呢？于是将罪责都栽赃给了刘畅的弟弟刘刚。然而由于大臣们的掺和，使窦宪的阴谋败露，窦太后非常愤怒，立即将窦宪囚禁于内宫之中。正在这时，已经归附了汉朝的南匈奴请求朝廷出兵，共同讨伐北匈奴。窦宪得知后，主动请求出兵，准备将功赎罪。于是窦太后便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这时58岁的班固正辞官守孝在家，他得知消息后也准备建功立业，于是便投附窦宪。窦宪任命他为中护军，参与军中谋议。汉朝3路大军原本的会师地点是卓爷山，可当他们走到基洛山，即今天蒙古国的阿尔察博克多山的时候，耿炳的弟弟耿奎竟然意外地发现了北匈奴单于的大军。此时耿奎率领的是南匈奴的万余骑兵，于是他率军发起攻击，北匈奴则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大败而逃。随后其他几路大军也陆续赶到，经过商议后，窦宪下令继续追击北匈奴。他们一路狂追，一直追到了思曲北堤海，即今天蒙古国巴彦洪格尔城西南的本察干湖。在这里，他们竟然找到了北匈奴的驻地，汉军的数万大军立即发起攻击。北匈奴单于见状，立即率军逃走，来不及逃跑的士兵则被斩杀了13000多人，缴获的家畜有上百万头，俘虏更是连绵无际。清点后发现竟然有20余万人。没想到洛阳城里的混世魔王窦宪竟然立了如此大的功勋。接着窦宪派人继续追击北匈奴单于。不久后，他们就在西海，即今天蒙古国科布多城的哈喇湖，找到了北匈奴单于，劝他投降。单于见无处可逃，便答应与汉朝修好，跟随窦宪的大军到洛阳城去朝见汉朝皇帝。于是窦宪下令撤军，准备返回洛阳。走到燕然山，即今天蒙古国杭爱山的时候，窦宪和耿奎率众登山。他要仿照当年霍去病的封狼居胥，登山告天，宣扬大汉的气魄。他命人在燕然山上立下石碑，让班固在上面刻字，记载此战的丰功伟绩。于是班固纵横挥笔，写下了著名的燕然山铭：朔王师西，征荒邑，剿凶虐西，解海外。炫其渺兮，艮地界，封神丘兮，见龙可，西地载西，震万世。之后他们便率军返回洛阳，可当北匈奴的单于听说汉军已经入关后，立即就反悔了，派自己的弟弟跟随汉军前往洛阳，他自己则率军离开了。窦宪回到洛阳后，窦太后非常高兴，
立即封他为大将军、武阳侯，10亿2万户。虽然加官进爵让窦宪非常高兴，但北匈奴的单于忽悠了他，还是让他感到气愤。于是他让单于的弟弟回去告诉单于，让单于亲自来到洛阳朝见汉朝皇帝。然而单于的弟弟走后就没了消息。第2年，即公元90年，窦太后再次下诏，封窦宪为冠军侯。同年7月7日，窦宪再次出征，前往凉州，准备去擒拿北匈奴单于。单于得知后，连忙派出使者求情，说他早就想去洛阳了，可是山高水远的，一直拖着没有去成，现在他愿意投降，并亲自前往洛阳。10月，按照双方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，窦宪派遣班固前往私渠北堤海去迎接单于。然而班固在这里空等了数天后，不见单于前来，只能率军而返。其实这次并不是北匈奴的单于毁约，而是南匈奴的单于听说北匈奴准备投降，而且汉朝给北匈奴的承诺是和南匈奴享受同样的待遇，这他就接受不了了。于是他一面给朝廷上书表示不满，一面派兵去突袭北匈奴单于的驻地，准备将其截杀。北匈奴单于本来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准备，结果却莫名其妙地被人突袭，慌乱之中只好再次逃亡。事已至此，窦宪也来不及追究南匈奴单于了，只能改变战略，派耿奎率兵出居延塞，向基微山进军，追击北匈奴单于。基微山即今天蒙古国的阿尔泰山。在这里，耿奎找到了北匈奴单于的大军，两军展开激战，斩杀了匈奴5000余人，北匈奴单于继续逃亡。那么他们这次又跑到哪里去了呢？史书并没有记载，只知道在之后的数百年里，他们就像消失了一样。北匈奴单于跑了，他的弟弟右路李王只好临危受命，自任单于率领着剩下的数千人，在蒲类海附近放牧。公元119年，他们游荡到乌孙附近，朝廷任命班超的儿子班勇为西域长史，2次击败他们。之后他们也逐渐的消失了。那么匈奴人到底去了哪里呢？据后世考证，南匈奴以及留在西域的匈奴人逐渐融入了中原王朝，没有了单独的族群，而西迁的北匈奴人却改变了欧洲的格局。大约公元375年，匈奴人向黑海沿岸的东哥特人发起攻击，东哥特人不敌，与西哥特组成联军，结果还是战败了。于是哥特人只能被迫地渡过多瑙河，前往罗马帝国的北部。可罗马帝国的北部还生活着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，他们也打不过匈奴人，只能逃到罗马帝国的境内。此后匈奴人迎来了他们最伟大也是最后一个单于阿提拉。公元452年，阿提拉率军席卷了西罗马帝国，教皇利奥一世被迫与阿提拉会面，并答应赔款和亲，因此阿提拉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。可第2年，阿提拉就病逝了。随着他的逝世，他在欧洲建立的帝国也逐渐瓦解，匈奴人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那么匈奴人为何会消失呢？一方面，他们西迁后，中原的史书就不再记录他们了，而他们自己又没有文字，所以也没办法自己记录。另一方面，西方的历史不像中国古代的历史那么详细，所以也没有记录他们，因此他们就处于消失的状态。现在有一种说法是，匈牙利人的一部分是匈奴的后裔，土耳其人的一部分是突厥人的后裔。但其实匈奴本就不是单一的民族，而是由草原上各个游牧民族组成的共同体。他们在西迁的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，与各种不同的民族产生融合，最后都融入了其他的民族，并没有统一的单种族遗留下来。说完匈奴，我们再回头来看窦宪的结局。他自从平定了匈奴之后，就仗着外戚的身份以及赫赫战功，变得更为骄纵，与窦氏子弟以及亲信为非作歹，专横跋扈。对于他们的犯法行为，主管官吏也只能忍气吞声，不敢举奏。跟随他出征的耿奎、郭黄、班固等人也都受到了重用。至此，朝廷政令皆出于窦氏，权势滔天，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，引起了大臣们的强烈不满。公元92年，汉和帝刘肇14岁，他在中常侍郑重等人的支持下，准备除掉窦宪。6月23，
得知窦宪准备从外地返回洛阳，刘肇亲临北宫，让大鸿胪持节到郊外迎接窦宪。窦宪进城后，刘肇立即下令关闭城门，将邓蝶和郭黄等窦宪的党羽悉数逮捕，然后下狱诛杀。随后，他派人收回了窦宪的大将军印绶，命令窦宪及其4个封侯的兄弟立即返回自己的封地。等他们到了封地后，就收到了要求自裁的诏书，他们只好全部自刎而死。就这样，混世魔王窦宪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。窦宪死后，由于班固与窦宪的关系密切，因此也受到了牵连。这时，一直与班固有积怨的洛阳令种经找到了机会，他立即罗织罪名诬告班固，致使班固被捕入狱，同年死于狱中，享年61岁。可是班固死了，他的汉书还没有写完，于是汉和帝下诏，让班固的妹妹班昭接着续写汉书。就这样，班昭续写了汉书中的8表，班昭的弟子马旭补写了天文志，最终才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。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，是24史之一。它记述了从汉高祖元年，即公元前206年，到新莽帝皇4年，即公元23年，共230年的史事，全书共80万字。它是继《史记》之后，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，与《史记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并称为前4史。它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乃至中亚和西南亚诸国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